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，继续来锐评各大厂商的手机啊。我们去年测过了，这一期的主题呢是华为和荣耀啊。我们先来看看华为吧。来吧 Mate 80 Pro，Mate 80系列，首先 Mate 80 Pro Max， 你们可以给到什么？给到夯吧，给到夯到顶级之间吧，有点太贵了。我觉得可以给顶级，为什么呢？那我给说一个，他拉完了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完了？我就想跟你们选的不一样。那你出去，那你出去就黑，那你出去，你硬黑是吧？Pro Max 呢，这个机器那贵是有那么贵的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前面有一段时间是缺货很的，难抢啊。很难买。我们预定了个把2个月都没有啊，最后还是加了点钱买的。但是这个机器呢，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，就是屏幕超亮啊，爆双层太好 OLED 了，啊这个屏幕。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爱酷15异曲同工，好吧？对这2台啊，包括爱酷15 Ultra 吧，其实也就是屏幕特别亮的那种啊。然后它就是让你撒开跑，也不怎么跟你犟。啊，Mate 80 Pro Max 就更夸张了，它直接就是给你干的特别亮，然后完全不管续航给你猛跑。但是呢，它挖的点呢，就是它的性能确实不是特别好。它打一个金闪闪60帧呢，打到后面都会45帧、30帧的样子，对吧？这个就有点没辙了。开游戏模式也跟没看一样。然后它那个拍照其实已经我觉得是比较旗舰的主流水平啊，但是它像我们最近一次测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它那个长焦，包括它有的时候对一些颜色的处理，它有点发紫，就我的脸，对你的脸、你的眉宇之间印堂发黑，好吧？那个红枫原色影像在面对比较远的东西的时候，可能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了。但其实这个机器，你要说不能买吗？完全是可以买的，它比之前甚至还便宜了一些。华为反正打游戏大家就不要太去想这个事情就行了，好吧？Mate 80 Pro 呢？有 Pro Max 珠玉在前，我觉得这个 Pro 就有点 NPC 的意思了。但它也没那么贵吧？它比之前也还便宜了500块钱了，就还行吧。就这个机器属于就平平。Mate 80我觉得可以给个顶级啊，比上一代我觉得是提升挺多的。而且它也降价了，是吧？哎，它给了3D 超声波嘛？对那个对不是3D 的那个人脸识别。是的，上一代好像上一代又是2D 又是侧边指纹，哎，用的就贼难受，好吧？对，Mate 80其实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变便宜了。对，但是它用的9020。也够用了，够用了，面子。 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Mate 70 Air 了。这个机器尴尬的，感觉不是很华为，不是很 Air，不是很 Air，很宽，虽然很薄啊。就是感觉薄薄的、大的一片啊。感觉拿了那个印度飞饼一样。反正感觉性价比还挺高的。性价比确实还可以吧。这个机器我能给个人上人吧，你们能给什么？也就人上人。让人可以。对，拍照稍微差一点，对吧？对。而且其他的还行，续航没有小热那么好。 Pure 80系列我感觉今年做的是挺一般的吧。确实，我其实在这3台里面最喜欢的就是 Pure 80 Pro 吗？ Pro 吧，因为我没有做过 Pro 加嘛，因为 Pro 跟 Pro 加其实差距很小的。那么 Ultra 呢？确实那个一镜双目是有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后面 Mate 80 Pro Max 做那个2颗镜头来的那么厉害啊。华为 nova 14 Pro。其实你看啊，我们测完了这个 nova 14 Pro 之后，它哪怕出了 nova 15系列，我们都没有去测，就可以看出这个系列有多尴尬啊。那就不予置评吧，好吧，这个就算了。那么再看前面的话，就是 Mate 70了，Mate 70 Pro 加 Mate 70 Pro、Mate 70 Pro 优享版。首先 Mate 70直接滚吧，拉完了。Mate 70拉完了，好吧。优享我觉得还是不错，还可以。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 Pro 还是买不到还是怎么说？很难买，很难买。优享又能买。我们的 Mate 70 Pro 还是朱老师借给我们的。对，然后优享就可以直接买，然后其实体验也没有差，几乎没有区别。而且优享是便宜一些吧，我觉得是。对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也没有那么推荐了啊，我觉得给个 NPC 到人上人吧，好吧。Mate 70 Pro 加呢，感觉也就是那种太贵了 NPC 到对人上人的水平啊。是的。Mate 70就再见。它其实整个的产品体系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你反正给多少钱，它也给多少东西。但是呢，首先第一点，相对于其他的品牌来说，还是会有一些品牌溢价的。其次就是它的有一些怎么说，比如说系统，它这个功能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完善的。从我们这么久来看的话，它其实系统功能包括软件的功能，其实是在完善的。也搞了1-2年了，我觉得算慢了。尤其是微信，它确实好多功能跟其他安卓比。但问题是它有没有在进步嘛？太慢了。就是慢了，对吧？那你们觉得他们要多久呢？比如说1年就给你全部适配好啊？哎呀，反正就还在未来可期嘛，加油吧。就还是在这个阶段吧。
反正大家购买华为的产品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那个系统啊，包括一些软件的功能，可能部分是有缺失的，指不定哪一个软件的某一个你常用的功能，它也许就不支持啊。然后就是它这个产品线，我觉得这个 nova 能不能支棱一下，要么向下探一探呢？其实他们说 nova 15 Ultra 其实还可以，我们要不要找个机会测一下？那也很贵了，是不？其实也卖的挺贵的了，但是它这一次电池什么的也还行吧，6500。在意好吧，在意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亲儿子荣耀，好吧 OK， 之前我们老说你买华为不如买荣耀，对吧？但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了，就是 Mate 80 Pro Max 还是比较强势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荣耀，我们最新测的是什么 ？RT 吧和 V。我们先说一下 V 系列吧。我觉得今年它这个转型还比较成功了，确实把 GT 改成了 V 嘛，对，其实就是 GT 2代，我觉得这一代也是备受好评啊，尤其是这个 RT， 就是买不到，对吧？没货，估计停产了。涨价啊，就虽然说它这个续航有点不像是一个1万毫安时的手机，但是还是非常猛，很强。对，立大专可以吧 Win RT 绝对可以给到行，好吧？这个是没毛病的。荣耀 Win 呢，至少也可以给个顶级，好吧？对。其实它续航还是比 RT 好一点的，但是差价有点大，差了1000来块钱。然后呢，给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长焦，别的就是处理器有点升级嘛，然后一些周边可能比如说扬声器什么之类的可能有点升级，所以就感觉这个升级幅度不是很大。但是现在如果大家买不到 Win RT 呢，去买一下荣耀 Win 也是不错的啊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。它也没有特别大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荣耀在我们今年下半年吧，就是这波新机潮往后，其实我们没有测到过任何一台信号比较差的，就信号表现都还可以。是的啊，你要是对信号呢有一定的要求的话，我觉得荣耀的手机你是可以去买的，但是仅限今年的下半年新机潮往后啊，前面的就有点参差不齐。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荣耀那个 Magic OS 也变好看了，以前就是感觉很商务，现在还挺超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你人变商务了呢？是吗？变了，我觉得比以前好一点了嘛。你人也在变老了，这也还算流畅。流畅是算流畅吧。Magic 8 Pro Air 手感是真的好。我给夯，你给夯啊？我有一个顶级或者是原版，夯和顶级之间，我觉得。我好喜欢这个手机。我最多只能给个顶级。我给它夯，就是我觉得它会降价，因为它本身这个手机降的就非常快。那台手机我记得是空翔借给我们的，然后拜托我卖，反正我是4000多出头卖掉的。就他从买来到开了个箱借我们用了10天之后，价格就已经跌很多了，还是全套哦。这个手机就虽然说我很喜欢，但是它这个品类就是价格会下探的特别快啊！我觉得未来可期啊！它后面降到3000多，我操，太夯了！突然激动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买这玩意儿了，手感太好了，然后电池也不小，对不对？它在这种它在小屏的基础上也做得非常的轻薄了，而且配置上没有特别大的缩水吧。那这台它的影像大概是什么水平呢？影像就是 Reno 啊、S 啊那种水平，好跟顶级的旗舰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但是跟它同款式的手机里面，它应该是最好的了。对。Air 是啥呀？其他的 Air 其实，比如说摩托的那个，我们待会再聊吧，那个就问题太多了。但是它在这个 Air 里面算还是比较均衡的了，对，也比较 Air 了。不像有一些机器，它挂了个 Air， 其实你也不知道它 Air 在哪儿，也就是比一般的机器稍微薄一点点。但这个机器就确实做得非常的轻薄啊。对大家对手感这个有要求的，想做一个主力机的，确实也可以而且还挺精致的。但是它电池确实不是特别大，续航也就是一个正常水平吧，一般般的一个水平。对。这个手机我在家里装软件的时候都感到微发热，因为那它散热肯定做的不好啊，它堆叠太极限了，所以它夏天就很岌岌可危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冬天测的啊。这个夏天要是3000块钱呢？但是它只能用3个小时。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，这个价格说话好吧？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贵了，但是它这个产品我觉得很不错，可以给顶级。H8 Pro 其实今年升级幅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对，就是它不仅保留了3D 的人脸，然后它在影像上其实是有一定的升级的，我觉得它也达到了一个比较主流水平吧。但是我们第2次测 Magic 8 Pro 的时候，我感觉它好像又跟回去了，就是感觉比第1个版本又倒退了一点了，所以它这个水平也就是在，比如说旗舰标准版到别家的那种旗舰的 Pro 级别的中间，那个影像水平啊，还是 OK 的了。长焦微距什么一切的东西都是有的。像 Magic 8 Pro 它的续航也不是特别差，而且它的性能释放我印象中是挺猛的。然后加上可能它信号也比较好，现在可能价格也会下来一点。
我个人可以给到人上人到顶级之间，好吧，我可以给到这么一个，可以，那Magic 8呢？就是感觉平平，我觉得可以给他单开一个人吓人吧。人吓人啊。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发布的那种标准版都没有。其实你们不觉得 Magic 8的配置算是这帮旗舰的标准版里面，全面。它那天亮度其实它电池也有，对，然后它的长焦微距影像这些东西都有，就是有点丑。这是他说的啊，这是他说的。中庸。一个不会犯错的选择。平平吧，对我觉得这个也就给个人上人吧。啊，荣耀500，哎，这个系列有说法，推荐的就是500 Pro，500就不要沾边。拉完500别来，你们能给到什么？拉完，我记得是它续航差很多。我给拉完了，就是8000电池那个续航有点差了，在8S Gen 4里面都不算好的了，好吧？因为你想想，一加 X6，一加 Turbo 6吧，也是一个8S Gen 4塑料的，卖的比它还便宜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9000的电池，那续航比它好多了呀。500 Pro 的话，它的处理器什么的好多了呀。对，它那个8000电池其实也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啊，但是还不错了。所以荣耀500 Pro 呢，可以给到一个人上人吧，我觉得。OK 的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但是你要说有那么推荐也没有，因为它毕竟机器也卖到3000多了。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也就一般般了。Power 2哦，Power 2也是个新的。 1万的电池。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它线下主打的 Power 2嘛，线下好像是买不到 Win 嘛，有吗？对，买不到位。好像我也没有样。好像有很少的店能够买到。对。但现在买 Win RT 有点买不到了。对，但是 Power 2我是不推荐啊，反正我不推荐，这个手机只能给到 MTC，有点丑。首先是17 Pro Max 丑，你说 iPhone 丑，对，好，然后主要是有一个镜头还是假的，对，据说那个假镜头里面好像集成了那个红外线传感器吧，应该。我觉得这个机器它给我的是什么感觉？它除了给了一个大电池，和一个就是一般般的一个信号吧，在荣耀里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信号，还可以的这么一个信号之外，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可取的，就是你们觉得有哪里是可取的吗？它处理器是啥来着？你别管了。垃圾处理器比较拉的处理器，好吧？它是不是展示了敲钉子有 Power 2？对，你要说这个东西强不强吧，这个大家使用的情况又不太一样。反正我最多这个机器只能给个 MPC。大概2000块钱可以了。你这么记仇的是吧？这么记仇的，这个机器确实啊，它卖的跟荣耀 Win RT 一个价格的话，有点不太合理。X70，哎呀，还行吧，还可以吧。但是你要说它的性价比有多高，其实也没有，因为它6+128还是8+128起的，就是你看的那个价格低，但实际上它的储存跟那个运行内存是比较小的。12G， 我记得我们当时查的价格，唤醒的小爱同学。我们当时查过X70的价格，到12G 的样子也要差不多接近2000了。对，所以就感觉一般般了，而且它的那个8300的电池在现在来看一般般啊。因为毕竟有它同门的1万的电池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手机目前的眼光来看就是个 NPC 了，好吧？荣耀 Power 这个就不讨论了吧，我觉得。Power 不讨论了，Power 不讨论了。400 Pro 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的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我就记得它是一个尺寸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手机，然后电池还可以，但是放到现在也就很一般吧，对，一般般。GT Pro 我记得我们测了2次，其实表现挺不错的。其实 GT Pro 蛮好的，从现在的价格来看，就是没有那么推荐，其实当时测出来还是很不错的。对，感觉机器就是跟那个 Magic 7有点类似，像 Magic 7什么那种 Magic 7 Turbo 版呀，什么 Magic 7 S 这种感觉。当时测出来是还不错的，但是以现在眼光来看的话，也就是 NPC 了，因为你不如去买荣耀 Win。我最近查过这个 GT Pro 的二手也要2、3千还，也要2、3千，不便宜，就16+52嘛。那确实感觉一般般了。对，你不如去买个新的 Win RT， 对吧？对。但前提是你买得到吧。好了，那么华为跟荣耀呢，我们就聊到这了。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也可以在弹幕跟评论区跟我们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哎，会做一个那个表在这里啊，做一个表在这里啊，从上到拉啊。OK，拜拜。